作为人类最早掌握的烹调方式，烧烤不仅是市井小巷里的不败传说，也是深夜里的宵夜王者。烧烤江湖爆款层出，近期有一种烤串便成为十足的流量担当，还号称打开了烧烤精致化的局面。它就是美食定位有滋有味，欢迎收看由宜轩地产冠名播出的《宜轩美食地图》，我是主持人子玲。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发现哦，似乎整个朋友圈都在吃烧鸟哦。据说这种风靡大街小巷的美食，在咱们汕头同样是非常的火爆。咱们先来听听年轻人是怎么说的。没有吃过烧鸟呢？有，没有哎。烧鸟哦，吃过。烧鸟是什么东西呢？烧鸟应该就是烧鸡，有点类似日料，但是又有点像烧烤。这是一只鸡的内脏。你好，有没有吃过烧鸟？没有啊。那你觉得烧鸟是什么东西？应该是烧烤吧，还是什么吧？要不然你们带我去吃一下呗。烧鸟，烧其实翻译成中文就是烤的意思，而鸟在日语中的意思就是指的是鸡肉为代表，所以烧鸟指的是鸡肉类的烤串为主。俗话说，没有一只鸡能完整的走出广东，这句话放在烧鸟料理中也同样适用。日式烧鸟的制作就是把一只鸡吃到极致。从上到下，由外到内，就如同潮汕人庖丁解牛一般，威哥能把一整只鸡精细分切成10几种不同的美味。但威哥想做的可不仅仅是普通的烧鸟。你好，两位这边坐，前面可以扫码点餐，看看你们喜欢吃什么。其实我自己做餐饮行业已经18年了，很多料理方面我都会的，但主要是自己喜欢吃烧烤之类的东西，所以想开一家小店，完了之后，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东西，还有自己自足的东西。所以我专门去上海学习了2年的烧鸟烹饪，回到汕头后就开了这家店。完了之后，感觉外面都在做烧鸟，其实很没意思，所以我要做的是与众不同的烧鸟。Hello， 主厨，今天有什么推荐吗？今天除了给您安排我们常规的烧鸟外，还有创新的融合烧鸟，您可以期待一下。看样子我今天会不虚此行。对的，可以试一下我们的开胃小菜。吃这个有没有什么先后顺序？先后顺序的话是从左往右吃，左边的话是紫苏番茄，然后芥末章鱼、鳕鱼片，可以试一下。好，马上来感受一下。我想我大概知道了，第一口的番茄进去是酸酸甜甜的那种感觉，我觉得确实能找到曾经最美好的那种时光了。那第2口呢是章鱼，章鱼的那个味道，我觉得它非常的上头，但是它不刺激。第3个呢就是鳕鱼片，我觉得鳕鱼片这种香脆和香酥哦，瞬间就可以把人的整个食欲调动起来了。我觉得这个前菜确实安排的呢很合理了。是的，没错。主要就是搭配让食客们的食欲调动起来，所以叫做开胃小菜。看样子我今天真的是很有收获了，我特别的期待了。咱们进入主题吧。
是3味鸡里脊，上面有3种酱料，分别是胡椒盐、山葵还有紫苏梅子酱。果不其然啊，怪不得叫做3味鸡里脊啊！你想想，在一根签子上，这样的里脊呢，有3种不同的口味儿啊。我觉得它这种是一个递进的一种过程。你从它的原味，再到它的这个微微的辛辣，再到这种酸甜这种口感，我觉得是一种非常循序渐进的一种享受的这种过程哦。就当我吃完第1口之后呢，我很迫不及待的想吃第2种味道；当我吃完第2种口感的时候呢，我还想吃第3种。吃完第3种，有一点意犹未尽，怪不得大家现在这么流行吃烧鸟。看样子真的是有道理的。我觉得整个过程真的是非常享受的一种状态。主厨啊，太美味了！接下来还有什么惊喜呢？接下来这道是鸡皮虾蟹串。鸡皮虾蟹串，这个听起来很有意思哦。鸡皮虾蟹串，顾名思义，就是将鸡皮、鲜虾、螃蟹3者融为一串。至于这3种食材怎么结合，这种搭配的好处在哪儿，还得听听主厨的介绍。鸡皮虾蟹串其实是用鸡皮包裹着虾肉还有蟹肉在里面，因为很多城市在外面很多城市都有那种鸡皮虾串，然后我们在研究这个菜的时候，刚好是大闸蟹丰收的季节，所以我们把大闸蟹的肉蒸熟了之后拆出来融合在里面，做成那个鸡皮虾蟹串，能达到鲜上加鲜的效果。我觉得这里啊，不单单是鲜，而是鲜上加鲜。不，我觉得这样形容也不是很恰当的。它是结了鲜、美、嫩、滑、弹、润这几种融合在一起了。特别之处啊，就是鸡皮的这个油脂啊，它已经完全浸润到了这个虾肉和蟹肉的每一寸的肌肉当中了，真的是鲜美无比啊，而且非常的油润的那种感觉。虾呢特别的新鲜，所以肉质又特别的紧实。我觉得这一种复合的这种呈现，确实给我的味蕾带来一种不一样的感觉。准确的来说，我觉得每一口都是一种大大的满足。熟悉日式料理的吃货，对备长炭这3个字一定不陌生。由于其价格是普通木炭的5倍，所以在众多日料店中，只要挂出备长炭使用店的招牌，一般就被认为是美味的象征。我们店里主要用的都是备长炭，因为备长炭它最高温度能达到1000度，它能快速的将食材锁住鲜味，还有那个肉汁能锁住，能达到那个食材最好的效果，还有独特的那个炭香味出来。子玲姐，这就是用备长炭烤出来的酱烤鸡颈肉，还有盐烤鸡腿肉。你还真别说啊，光这么闻着呢，就感受到了一种炭香味的。咱马上来试一试。这么大串，果然炭香味儿不一般啊！这2种烧鸟啊，本来都是很常规的这种烹制方法，因为很简单。但是呢，它是采用了这一种木炭的这种烤制出来的之后呢，它有这种独特的香气，再加上鸡肉的那种油脂香啊，混合在一起的时候，我觉得这种口感确实是很香的。咱们再来看一看啊，就尤其是这个，你看它这个鸡腿肉啊，表面上都可以看得出来这种油脂，哇！师傅告诉我说，只有好的木炭在高温强火的这样的一个烘烤下，才能够快速的锁住鸡肉的水分，所以吃起来的鸡肉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一点都不柴，肉质很紧实的同时呢，汁水很充盈，这或许就是木炭的功劳吧。是的，接下来就是我们的寻龙鱼3宝：鱼舌、鱼肠、鱼子。啊，怎么还有烧鱼啊？是啊，因为我们是不一样的烧鸟店。啊，那看样子呢，这真是一家宝藏小店呢，里面有很多的隐藏菜单，等着屏幕前的你自己来挖掘。
圈，搬了一会儿桌椅啊，你还真别说，吃东西啊，果然是特别的香了。可能你会好奇啊，今天来这个地方怎么会自己来搬桌椅呢？因为同事跟我说，这一家开了5、6年的汉堡店呢，他是从高中一直吃到大学，如今呢是在东海岸有了分店，所以他就强烈的推荐我要来这里试一试。因为呢这里是一家外卖站，所以呢自然就要有备而来。95后的小庄是这家汉堡店的经营者之一，跟许多90后、00后一样，他的童年记忆也充斥着汉堡、薯条、鸡块带来的快乐。在我小的时候呢，可以说我们这一辈人都非常喜欢吃汉堡吧，都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比较特殊的、有值得纪念的日子，才可以吃到这种西式快餐啊、汉堡啊、薯条啊这种东西。但是后来慢慢长大了，觉得外面的一些西式汉堡其实做的不是很好，所以我自己也想，要不然自己做一个汉堡试一试。由于没有经验，一开始小庄和他的小伙伴们做汉堡做得并不顺畅，汉堡胚的选择、肉饼的配方、酱料的调制搭配，每一关都是考验。但关关难过关关过，万事贵在坚持。小庄最终还是打怪成功。刚开始也是在网络上学习，看一些视频，然后通过自己不断的改良一些酱汁啊，还有牛肉、瘦肉、肥肉的比例啊，还有一些酱汁的比例啊，对，经过几百次的试验，到现在才能做出一个让自己和大家都满意的汉堡。你还别说啊，这个牛肉汉堡呢有它自己独到的地方。你瞧，它这个肉呢是比较厚的，但是吃起来并不是说干干的，还是比较湿润的，里面的汁水还是蛮多的。而且吃起来呢，那个肉质相对来说不会特别的硬，还是比较软一点的。老板告诉我说，这就是美式汉堡的魅力。美式汉堡，上世纪开始出现在美国街头。率性的美国人把传统汉堡改造成一种便利可口的平民快餐。它结合了蔬菜的脆嫩、肉饼的多汁、芝士的浓郁、面包的脆软，既能分层食之，也能捧着整口咬下，感受美味在口腔中的爆裂。汕头现在大概有3家做美式牛肉汉堡的店，实体店，还有大概10几家做外卖的。我们也算是最早一批在做美式汉堡的。我们主要还是以做熟客为主，主要把时间精力更多的是用在品质的把控上，倒没有什么在意宣传啊什么的。作为汉堡的灵魂，中层的牛肉饼尤为重要，要满足厚、紧、湿润3大要素。肉饼的制作一定要精益求精，区别于一些汉堡店所使用的半成品肉饼，小庄的牛肉饼每一块都是手工制作的。牛肉必须是从市场买回来的鲜肉，肉末的大小也有讲究，鸡蛋、洋葱、黑胡椒的搭配要得当，同时牛油也是关键，因为3分肥7分瘦才是王道。最后放入冰箱冷冻3小时，让牛肉饼成型后方可入锅煎制。在煎的时候按一下它的中间，看它的回弹的速度，如果回弹够快的话，肉饼就好。我们大概3天得做2次牛肉饼，一次大概制作要大概在2个小时左右，所以呢，我们的人工成本和时间成本是比较高的，但是我们这样做出来的牛肉饼呢，在口感跟口味方面上是会更好一点。
我一边在吃的时候呢，还有2个发现。第一个呢，就是年轻人购买的是比较多的；第二个呢，就老板出餐的这个效率啊，真的是非常的快。我在想，是不是现在这种便捷、快速、美味的消费模式，是如今大多数年轻人喜欢选择的消费方式？买份外卖，找个地方一边吃一边看风景，这种新型的就餐方式，如今在东海岸新区悄然兴起。大到主食，小到下午茶的水果甜品，都有外卖店在经营。这也是年轻人特别喜欢的就餐消费方式。为了迎合现在的主流年轻消费方式，我发现外卖站是越来越多了。就比如说在东海岸宜轩这个片区啊，我就发现了不少的美食的店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本期的所有内容。置业汕头优选宜轩，在此非常感谢宜轩地产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，也希望喜欢美食美景的你能够一如既往的关注和支持节目的公众号 STTV 美食地图，上面有很多精彩的内容在等着你。我们下期再会，拜拜。